大家好，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做一个双蝴蝶结的这个手提袋？那因为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太喜欢了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小的这个拉链袋。那这小的拉链袋呢，做起来果然是可爱爆表，就是大的就已经很漂亮，那小的就是可爱又漂亮。那一样是做双蝴蝶结，所以我是觉得非常酷。所以其实做法差不多，但是呢，你知道。有时候如果你不再重复教的话，可能有些人又突然这边卡关，所以我还是从头，等于是一样的东西再教一次啊，只是加了拉链这样子。那我一样做了不同的颜色，好，然后像这个灰色加米色，我就觉得气质超级无敌好的。然后这个大小我们大概是可以装什么东西呢？除了你可以当零钱以外，你也可以拿来做化妆包，因为它的尺寸我没有做的很小。就是觉得说不要让它功能只是一个钱包，而且这个双蝴蝶结如果你做太小的话，其实就是觉得没有那么大气嘛，还是怎样？那它就是这个拉链哈，是6英寸拉链。好，那打开这个尺寸的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内袋。那内袋你要坐在这一面，还是在坐在你的坐在这一面都是随便你，因为它两边其实都是可以当正面的。它的美貌啊，就是两边都是。很值得当正面，像这样比较亮一点的粉色，我也觉得相当好看，就是真的每一个色调都很好看啊。像这样蓝色系的也很特别，就是比较跳色一点。那它大小是可以放什么呢？除了就是钱以外，好，那我来放一下这个化妆品哈。那化妆品的话，大概就是像什么。腮红啦、这嘛不知道啥粉饼啦，还是什么挖格色，这个这是空壳子，好，然后这个什么腮红啦，还有那个口红啦，好，然后都可以放进去，好，这样子对不对？吃饱饱它就会更好看，放越多东西越好看。那后面就有一个小口袋，这个也是一个小口袋。那如果我们当化妆包，我们就可以放一下护垫啊，或者是卫生纸啊，我们就可以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就可以拿去化妆室，是不是很酷？那如果呢你是要装钱，那当然也是没问题啦。然后上面别像带钱上好的呀，靠一个别像带钱退里来，等我坑进去都好啊。然后这里面也可以放卡片哈，卡片也是可以放进去的，宽度刚刚好。那你当然一些收据什么，你也是可以放后面啊，比如说有什么抽奖券还是什么的哦，你就是还是什么发票那个载没有拿手机载具的话，你也是会有一些小纸条啦、集点卡，你可以放在后面哦，放在里面，就是随便你啊。然后呢，钱装多一点，这个可以装10几万搞不好可以哦，就还蛮大。那当然也可以拿来装什么你的耳机啊，你的什么挖格蛇啊，一大堆，还是你的那些饰品啊，可以分门别类的放啊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包包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个做法跟那个大的那个蝴蝶结那个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跟那个之前手提袋几乎都是一样，就只有装拉链的地方不一样而已。但是还是重新测一次给大家看。很有诚意吧？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这个材料哈。那其实这块布我剪的有点久了，那刚好遇到家里有一点事情发生哦，害我有点没心思去做这些无为不为，所以今天才拍影片。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它有没有缺零件，好好笑。然后这个是后面的蝴蝶结，这个是前面的蝴蝶结，这是它的这个里布，然后这是它的里带，然后这是它的那个。前带身，好，那这个比较多片的是它的后带身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从这些里里口口东西先车哦，哈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车一下里布好了啦，好，先把里带先车起来，好，那我这次因为里带很小一个，所以呢，我就是直接在这个旁边呢，先折一个这个，先把缝缝折起来，然后呢，我就直接车了，缝缝折起来之后，我就直接车。烫好，烫扁扁，然后多余的缝缝剪掉，然后翻到正面来，转角的地方呢，我们用什么锥子把它挑起来。
挑成一个直角。那因为这边我们有先烫过，所以这样抓一下它就可以很平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把其中我会教比较没有耐心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因为这个之前教过了，然后把它放到里面来，好放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压线压起来。我们这个应该可以不要讲那么久哈，因为上一篇大家都认真看过。然后呢，把这个折子车起来。所以如果你是第一篇你才，哎，我的线怎么会跳起来？他可能要警告我不可以这样。就是说，如果你第一篇呢有看过那个手提袋的，好，其实你要认真慢慢看的，你可以看那一篇，因为它的袋子也比较大一点，那你会看得更仔细。好，把这个折子车起来。那我通常我都是会上完这个里带再去车折子，这样比较好车啊。要不然它这样弯弯的哈，你要去车这个里带就没有那么好车。然后另外一片的里带也要车，把折子先车起来。里带身，好，里带身的下面的折子要先车好。好，里部处理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来车这个蝴蝶结中间的系带，我已经先车好一个，那另一个比较大一点的，车完之后就要翻到正面去哈，那就是用我之前有跟你们说过，用这样子，好，先挖进去一点点，然后呢用筷子，撑在这个有点那刚刚往内折的部分，然后直接往下，这样就很好翻到正面来，对不对？这样就 OK 了。等一下要去烫哦，因为鸡皮的话，等一下都要先去烫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把这个蝴蝶结的部分呢，也先把它车起来。这是后面的那个，就是比较小的那个蝴蝶结，下摆要车起来。然后呢，也要把它翻到正面去。这可以用大拇指直接穿过来，大拇指在里面，食指在外面，哈，然后 OK 的形状之后往内勾，这样你就出来了，是不是很简单 ？OK 啦。接下来是这个大蝴蝶结，就是立体蝴蝶结的部分。那立体蝴蝶结的部分，我们就是两色的布把它叠好之后呢，要车这个上下的地方。那这一面弧度比较大的呢，是要从这里开始车到这一边。那这个弧度比较小呢，是从这边开始车到这一边。好，我们来车咯。如果你要看更详细啊、更仔细的解说，可以看双蝴蝶结的手提袋那一篇啊。那这篇的话，基本上也是就车步骤给大家看了。好，车完之后，我们就要在有弧度的地方通通剪牙口。你看这种好剪刀，加薄跟那切菜同款的，切切切。这支剪刀真的是不买很可惜耶。听这声音是不是很疗愈？哒哒哒哒哒。好。然后有弧度的地方，我们都给它稍微圆圆的，像这样圆圆，很宽的弧度，我们就是圆圆的剪一下牙口就好了。然后呢，一样要把它翻到正面去。好，那我们翻到正面也是可以用刚刚那种方法，先推一点点进去，然后把筷子呢撑在这里，然后另外一边吐在你自己的身上，顶在你自己的身上，好，然后就可以这样慢慢的搓出来。
因为鸡皮比较有摩擦力，所以你就要这样左右左右，这样你就比较好翻过来。好，做到这个康咱的时候呢，我就要去用熨斗了。因为呢，鸡皮的布料不像棉质的哦，我可以用那个什么滚轮鼓笔推推，它就很平，它比较没有办法，所以我现在就要去把它烫一烫咯。好，我们把该烫的都烫完，就像这样子，好，它会是一条长长的一个怪东西，然后这个也都把它烫好，就是什么，那个束带啊，还有小蝴蝶结布啊，还有这个里布，我们都顺便顺道就把它烫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先车哪一个好嘞？好，先车前面好了。前面呢，我们会看到我们这里有这个2个这个折子的部分，我们先把缝缝给剪开。那我通常像这种，我都会最后才把那个缝缝剪掉，因为这折子太小了。如果你先把布呢，折子先剪开，有时候布衬一直对不上。然后呢，剪完这个之后，我们还要继续再把它剪高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现在两边都一样哦，因为我们要把这一条呢放到这里来，然后这个下摆的部分呢就要直接藏在折子里面。好，所以要这样子车，大家看着吧。这样子把它车过来，固定起来，固定在这个带身上面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。把它放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固定起来。这边不用车哦，好，我们只要车这个边边就好。这样把它车起来之后呢，这里是不是开开的？我们就把它折过来之后，把这个折子车起来，这样呢，你的大蝴蝶结就可以很完美的固定在我们的带身上了。那我已经看到有人成功的把这个双蝴蝶结包的那个手提袋做出来，而且还做的挺好的，在我们的清秀佳人的手作社团里面，蛮棒的，大家都很认真哦。一收到材料包就马上车了，可能暗时也没在困，赶我赶快。好，这样子车完之后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东西，这2个它已经很漂亮的收在这个折子里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中央这里把它折好，中央线做出来，打一个这个牙口哈，当成中央线，然后呢，从这里把它稍微固定一下，好，就是什么嘞？知道我们的那个中间，只要车大概1公分哈，不用到1公分也没关系，把它固定一下，做蝴蝶结的中央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在这里做个记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来做这个蝴蝶结了。好，做这个蝴蝶结就要中央线把它对好，然后呢，把刚刚的这个比较大一点点的细带呢，先把这个从这里这样凹起来。那如果你要缝也可以缝啊，不缝就是3不5时要去整理它一下啊。如果你要缝的话，你就可以这个时候把它缝起来，然后呢，像这样子，怎么样把它固定到这上面来，中央线对好哦，然后就把它车起来。这样我们的前片呢就完成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可爱？好，接下来就来车后片了。那后片呢？车久了真的还蛮有心得，好像越车越快。后片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中央的系带呢，先给它对折，然后放到中央线这里来，然后可以用强力夹先稍微夹一下。说实在是因为上篇解说的非常详细啊，说实在的，所以我就觉得这篇呢，大概呢讲一下，应该大家会懂啊。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话，其实我还是都有教 key 讲者，我也没有说哪个地方偷工减料哦，只是说的比较快一点。所以如果你要是发现怎么听不太懂赶快去翻一下上一篇，因为那篇有那个
那个袋子比较大哈，还可以看得比较清楚。好，那边我们把这个细带放在中间压车缝之后呢，就从正面压线。再来跟那个后带身的中央把它缝在一起。来一把，把它遮在一起，像这样子。其实这个很多配色我都很喜欢，那我就是挑了我觉得比较特别更喜欢的颜色来做。好，把它缝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小的蝴蝶结一样折一折，然后呢穿过中间这个细带。那像我这种粗鲁婆啊，我最讨厌就是这个步骤，因为它要仔细的这样慢慢穿过去。好，穿过来了，这次穿的挺好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蝴蝶结呢放到这边来。那它本身呢，这个蝴蝶结的部分是一个梯形，那你记得窄的在上面，宽的在下面，然后再把它扯起来。把它固定起来，这样蝴蝶结就会美美的了。那两边要对称哦，你不要一高一低哈，左右两边的高度要对称。不是啊，我的线为什么又跑上来了？可恨你，过分欺负我！它是怎么了？这粒线放的比较久，感觉有一点，它是久了之后比较容易断还是怎样？有时候线放很久哦，因为这色我比较少车到，线放很久，有时候真的还蛮容易，感觉它就不太重用的感觉。给我过去，好。重新再来固定一次，好，两边都固定完之后，看一下蝴蝶结是不是很美。很美的话，我们就欣赏一下，之后继续下一个步骤。好，这是把左右这两侧呢给车上来。我们家狗在旁边打呼很大声就喊，很小一只狗啊，打呼却很大声。每次我都会觉得很惊叹它的能力。好，车这个弧度的时候要慢慢的，把它转过去。那如果你不太会转的话，你也可以在这个弧度这边剪个牙口，你就可以转的比较漂亮。那你自然车了这个弧度之后，这个带子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立体。那有人可能会问我说，这个版型是不是用那个手提袋的那个大小去修改的？我告诉你不是哈，我不是用那个去放大缩小，我是直接车了另外我刚觉得这个弧度有点怪，原来是我后面的缝缝没有弄好，所以我要把它拆起来重车。就是有人会觉得说，我是不是可以用那个去缩小去改？基本上我自己是不会那样做啦，因为我通常每一个尺寸的大小我都是有相对配合它的那个长宽。那这个零钱包的你要那样做，你如果要自己缩小也是可以，那你就缩小看看。但是你不要问我可不可以，因为我自己不会那样做。所以我也没有缩小过，我也不知道那样可不可以。你就要自己去衡量，说，你那样 O 不 OK？ 好，还是你就做做看，可以告诉大家说，你放大缩小，你觉得 O 不 OK？ 那我的话是一定是在针对我要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尺寸，因为刚刚我觉得那个弧度立体的很不自然，一看果然是没有车好，所以我就是重车，这样两边才会对称。所以呢，
我自己是一定会利用比如说我要做这么大的一个包，我的比例都会重新抓过一次，而不是用大包然后去缩小。可能我自己我不会那样做，那不代表你不可以那样做哈，就是看你们如果想要自己缩小，那你就去把它缩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4个这个带身哈，表布2个，然后里布2个。接下来我们就来上拉链。那其实上拉链这个这个步骤啊，几乎大家都会吧，因为我们之前有做过这种小包啊，就是有拉链的小包哈，就是那样，蛮简单的。好，把这个中央线还是稍微对一下，然后放好，对准好，然后就车起来。所以虽然它的样式一样，但是我版型我必须说，我是重新制图，而不是去把原来的那个版型呢去缩小几%，并不是。所以你们自己衡量看看，你们要试着自己画，或是要再跟我买材料包，或是你要拿之前的那个版型自己去缩小啊，那就是看你自己。好，我们车完一边之后就车另外一边。那真的就是不要问我，其实比较怕人家问我说要缩小几%啊，因为我又不知道。跟你说不知道，好像我很故意一样，其实我是真的就是我不知道。有些人万一我说不知道，他以为我就是硬要卖这次的这个，我自己想的啦，不是有人这样，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这样说，我自己想的，就是说会不会是故意要卖这次的版型，我就说我不知道啊，其实是因为这个版型我是重新画的，我不是把它拿来缩小又干嘛又再制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表布车完之后就车里布，这时候你就要决定你的这个有里带的这个要放在左边还是右边，好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决定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翻到背面来，再车一次，沿着刚刚的线再车一次。我不知道你们那个背景音乐有没有听到一个这种这那个声音，那是我们家狗在打呼，就 Puppy 在打呼。哎，我叹气是想到淘淘，我们淘淘18岁，寿终正寝，去当小天使了。所以我前阵子其实我这阵子都还蛮沮丧的，就是有一点不知道。哎，没事，反正就是要面对的课题。所以听到 Puppy 在打呼很幸福的样子，我也是希望我们淘淘在天上也很开心。好，打起精神继续做。好，我们车完里布之后呢，就是把它翻过来这边，好，然后把里布打开到另外一边，然后呢，压线的时候不要压到里布，好，压个0.1，把它固定住。哎，我真的是太脆弱了。可是人本来就有这种快乐、悲伤啊、生气啊，我是建议大家也不用太憋了。憋住的话，对你身体没什么好处。就是该开心的时候开心，该伤心的时候哭一下什么的，是很正常的。不要太惊哈，人生太惊的话，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蛮痛苦的。但是你也不要造成大家很大的困扰哦，太疯狂的生气啊，还是太放肆的那种放纵的那种快乐，有时候会骚扰到别人哈。那个你就自己有分寸一点。那如果在没有骚扰到别人的状态下，适当的发泄其实是挺好的。好，来继续车。所以呢，我前一阵子其实做了就是做样本包，就是都埋头做，所以我不是说这块布我放了有点久嘛，就是因为有一些事情让我不想要就是很认真的去做手作，而不想要讲什么多余的话。好，我们这个人在压线的时候，记得这个蝴蝶结的系带顺便把它往下压。
之前的手提袋没有往下压，是因为它上面没有拉链哈，所以呢，你不压的话呢，没什么影响。那这个如果你不把它压线的话，它一直往上翘，很容易会卡到拉链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往下压，哈，让这个蝴蝶结呢不要翘得太高，哈，你太高还是这里往上翻的时候呢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卡住，也不会怎么样，就卡住而已，哈，就像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车起来咯。首先呢，我们就下摆先把它对齐，用强力夹把它夹住，然后侧边也要把它对好，好，高度对好，也是用强力夹给它夹住。啊，另外一边呢，当然也是要对齐，继续用强力夹给它夹住。好。下摆的话要夹不夹随便你，反正这里你要留一个反口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车。好，车到这里的时候摸一下哈，你不要车到那个拉链的那个铁片，好，免得你一下断针自己会吓到。好，然后就慢慢的车，不着急哦，好，不着急，慢慢车。然后呢，再继续车过来，再摸一下那个铁片的位置，小心不要车到那个铁片，哈。然后到反口的地方，记得怎么样？要小心，不要一直车过来哦。我们要留一个反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拿出我们的锯齿剪刀喽，把这个弧度的地方剪一剪。这样翻到正面的时候呢，这里就不会有太多的布料。那如果你太多布料，有时候那弧度就没那么漂亮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反口的地方呢，翻到正面来。喂，很漂亮呢，这个绿色，就是很知性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好，侧边的地方呢，我们注意一下，我们把缝缝打开。把这个缝缝打开，好，侧边这边的缝缝打开，打开之后往下压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里固定一下，让它的这个侧边呢不要看起来很凸。好，把它压住之后呢，另外这一头的这个用手指头进去把它顶出来。好，用手指头进去，先把这个尾端顶出来之后，再用锥子从侧边把它挑出来，插进去里面哦，你不要只挑表面，插进去里面，然后把它挑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反口压住，那你要长针缝，或是像直接压线都可以哦。完成了，虽然中间感伤了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手作真的是疗伤的好工具啊！靠着手作走过悲伤，真是的。啊，不过我高兴的时候也手作啊，不高兴的时候我也手作，真的是手作治百病，真希望可以。有时候真的很希望说每个人他学会手作，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呢可以更多彩多姿，然后更有成就感。因为我看好多朋友，我们自从有了社团之后，很多人都会贴自己的作品啊，然后大家会去赞美，互相欣赏，然后他就觉得感觉人生很美好，你知道吗？就盖后了，金鹤。好，我们就像这样子
把这个蝴蝶结 Q 好。那如果你想要缝的话，我刚刚说过，想要缝的话可以把它缝起来固定。那你也可以说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把它往上翘，在里面车一条线固定，都可以，就是看你自己喜欢的感觉。那基本上呢，这咖包包呢，就是一个那种很万能的这种拉链包，然后造型又很好看，就真的很好看欸。稍微整烫一下就更好看，好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塞一点点这个气泡纸，好，让它固定定型一下。之后呢，我们再去熨烫，那它的那个定型之后呢，就会更好、更美一点，哈，就是整咖的那个效果会更好。然后呢，我要说什么呢？哎，刚刚有点情绪波动，有点忘记我自己要干嘛。好啦，就是要讲说这个拿来当什么化妆包，是不是就是很棒？对不对？好，物件弄啊淡淡的去，看要放啥拢会使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小拉链袋可以装东西，是不是很好？所以呢，喜欢这个包包的人呢，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大的蝴蝶结包没有打动你，或许小的蝴蝶结包呢，可以让你有想要做的欲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前后都有一个小小的都有一个蝴蝶结，那感觉的话就是更有变化一些。所以呢，如果喜欢的人呢，赶快自己做一个吧。那哎，我竟然没讲完，就是说这个蝴蝶结的部分，你要3折也可以，那你也可以折2折，好，折2折的话就像这样，记很快，就是也可以像这样简简单单2个折就好，这样也是很可爱。所以就是。你喜欢怎样折法，都可以完全按照你自己的心意，像这样子折成2折也蛮可爱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手作是一件那个让我们可以疗愈身心灵的一个好的一个嗜好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做手作啦。好啦，喜欢的朋友赶快自己做一个吧，拜拜。